好，同学们上课了啊！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好，从9月1号到现在，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哎，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整个人湿气特别重。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就去考一张教资。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我一照镜子，哎，就差一张教资了。很多新的老师，他们的身份呢，从学生转到老师，特别不适应，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镇不住学生。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的室友呢，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他特别紧张，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他开学之前呢，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他找了以后呢，不管不顾，直接往班里边就带，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哎，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开学第一天一进班，什么都没说，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我就看，一直看，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我轻轻说了4个字：下不为例啊。哎，就那一瞬间，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我就知道，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后来感觉啊，当了半年老师以后，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说实话，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哎，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老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在班里边特别紧张。我说你们紧张什么？我跟你们一样紧张。很多知识点，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生怕自己讲太慢了，考试之前讲不完。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哪儿那么多问题呀？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40个人超前40分钟，这节课上自习吧。根本就上不了这课。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哎，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哎，我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说啊是吗？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老师觉得很失望，很失望。一定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自己就不能再犯了。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我们班小孩一看我，我也很心虚，我直接就上着上课突然喝一口珍珠进嘴了，嚼不嚼呢？哎，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我听得特别清楚。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哈利波特》，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自由的人。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我又去看，我坐在观众席，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谁要当他班主任，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
我从电影院一出来，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我说他想干什么呀？啊，整天逃课打老师，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我说真的，有点共情斯内普了。哎，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没准叫龄就2年。我现在除了想法，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演到一半，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你别害怕啊。我手机突然响了，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我忘词儿了，我上去就，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还有刚刚气氛组，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夸过我，夸过我。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我演完了以后，那场子热不热、好不好笑，咱不知道，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哎，多少老师，您在讲，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我们很紧张。”我说：“你讲那么差，我看一眼怎么了？这么不幽默，下不为例啊！”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喝喝奶茶什么的。所以呢，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作业写完了吗？看什么呀？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谢谢大家，我是墩儿。大家好，我叫贾德玉，我现在在读博。我在新加坡读博读了很多年，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6年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一个项目上，最后论文能不能发表也不知道，就感觉读博真的很像赌博。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东南亚做任何事情，校园区域也是一种园区。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就爱听这一声。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不一样，因为人工是 man-made， 而人是 woman-made。我妈妈不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我就给她解释嘛。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方向是教人工智能学人，并且在一些场景下装人。说完我也觉得挺困惑的，我们人类不是可以直接造人吗？为什么还要先造一个人工智能，再让它装人？人造人不如人造人造人工人。我妈也不理解，她说你读博读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造一个假人。你要是去造人，1年就出来了。现在小孩都会打酱油了，6年，你都能造6个了。我说妈，咱家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多酱油吧？而且生产人性价比确实有点低，养孩子6岁就打个酱油，养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DeepSeek 1岁就能做逻辑推理，语数科技的机器人3岁就能上春晚，人工智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可以为我打工赚钱了。反正也没有未成年人工智能保护法。我觉得我的想法这么奇怪，主要的责任在于我妈。用人工智能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开发者。有人说我爸也有责任，我爸他只是提供了一点训练数据，而且他的训练数据里面还有许多脏数据。他一次提供几千万条、几百万条，有用的就1条。我们有一门课教人工智能，在这个课上，老师用人工智能布置作业，学生用人工智能写作业。老师知道之后，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检查学生的作业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的。那这个过程中，人类发挥了什么作用？人类卷死了2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懵了。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这么卷啊？
他们硅基生物哪懂我们碳基生物啊？我们碳基生物 DNA 就是卷的，双螺旋结构。好在人工智能也不总是智能。那天我问 ChatGPT，1/3加1/5等于几？他说1/8。仔细一想，倒也正常，毕竟 ChatGPT 是美国人发明的。后来我也去问了 DeepSeek， 他每次都能答对。相比于 ChatGPT，DeepSeek 训练过程中多了一个强化学习的环节，就是让他去刷题，做对了加分，做错了扣分，他就学得很好。真是棍棒底下出 AI 呀！妥妥的东亚式 AI。虽然没有问过，但我感觉 DeepSeek 配得感应该不高吧。也不知道 ChatGPT 回家会不会挨骂呀？看看别人家的 AI， 再看看你，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进爱奇艺这样的大公司啊？我把这个内容发给 DeepSeek， 问他建议，他说知识点太多，笑点太少。我说我相信喜丹的观众，他说呵呵，还是你们人类会做人啊。我说那你来加点笑点吧，他就在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对括号，括号，此处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谢谢大家，我是贾德玉。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然后，对，谢谢你。我在上海呢，叫 Thanks。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在校生，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点年轻人的话题，咱们聊聊上坟。我18岁那年，我爷爷迁坟，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爷爷那个新墓地上坟的时候，就发现我爷爷的墓地明显比周围的要大，我就问我爸为什么。我爸说，因为咱家买了一个3代的墓地。我说哦，也就是说我太爷爷、太太爷爷都在里面呗。我爸说不，你爷爷是第1代。我当时都吓坏了，我说爸，咱俩今天还回家吗？我都特别怕他给我一句说，来都来了。我说爸，咱不能在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之间选择没死硬埋吧？我爸就跟我说，我们只是买了3代的墓地，又没说必须现在用。我说哟爸，那你目光挺长远呢。我那年才18岁，没毕业，没工作，没车没房，有一块自己的墓地。我觉得人的一生很长，不应该18岁那年就找到人生的目的。我爸给我解释说，咱这是公墓，如果不提前买好的话，等爷爷附近墓地被别人买走了，咱们就没有办法和爷爷埋在一起了。我说爸，如果没记错的话，爷爷活着的时候，咱都不跟他住一起。但没有办法，这个墓地就属于是买都买了。我就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它，然后发现其实提前有个墓地确实挺好的，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比如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跟你爸死哪儿去了？我说蒙河公墓48号。然后而且我们家那边烧纸有个习俗，比如说我要烧给我爷爷，我就要一边烧一边念叨他才能收到。自从我知道那个墓地有我一份之后，每次烧纸念叨2句我爷爷，我就念叨1句自己。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现在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阳间2500，阴间7600亿，存了一个死期。我现在为了存钱，逢年过节就烧纸，不光清明节烧纸，圣诞节我也烧纸。前2天父亲节，我爸说啥没让我去。我为了烧纸，就是有一次去烧的时候，旁边有那户人家也在烧纸，那个人一边烧一边想跟我唠会儿嗑，他说孩子，你这是给谁烧呢？
我说给我自己，当场他脸就绿了，跟他手上那个玉皇大帝是一个颜色的。就那天吓得他往我这儿烧了2个亿。我那样坚持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在衡中学到一个道理，就是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但我有点太努力了，我爷给我托梦了，他说别烧了，够了，下面都要通货膨胀了。我说爷爷给您烧，您就收着呗。我爷说真不用，真不用。说哎，给孩子的。我不光烧钱，还会烧一些纸扎用品。纸扎用品太有性价比了，纸扎的跑车9块9，还送车牌和驾驶证。我现在是保时捷名 A 5个9的车主，我还有一个绿牌新能源的。弥补一下烧纸不太环保的问题。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后来想了想，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虽然活没活明白，但死我已经有着落了。我不羡慕有钱人，活着有钱，死了又带不走。死后有钱才真正的富有，生前你不理财，死后财不理你。我现在心态很洒脱，我就属于阴间土豪体验生活来了。我也不害怕死亡，我觉得死亡无非一种未知的恐惧。很多人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面对什么。我知道，巨额财产，我现在都在想早点下去。然后前段时间我又回去给我爷爷上坟，然后顺便转移一些资产，转移到我的这个地下钱庄。但我那次去的时候就发现，某河公墓的大门和围墙被拆了，门口竖着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河北省某河公墓涉嫌非法经营，即将被拆除。我当时的反应也是，他一个公墓，他能怎么非法经营？他是在坑里打隔断了吗？我就一定要查清楚。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是因为虚假宣传，就是按理说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但他宣传为永久。我觉得这就说得通了。要是知道产权只有20年的话，那谁会买3代的墓地呀？那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一个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20年以后，那骨灰咋办呢？怎么白发人化灰会挥发吗？我现在算是发现了，提前给自己烧钱一点用都没有。辛辛苦苦攒了那么多钱，现在告诉我金库要拆了。我也是没想到，年纪轻轻，人还在，坟没了。今天也是忠告大家，这理财有风险，烧钱需谨慎。那不说了，我要找下一个人生目的了。好，讲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的祖籍是在农村哈，然后我们村主要是种花生，但我这个人呢，花生过敏。其实我从小生长在城市，本来不用吃那么多的花生，但我爷爷奶奶年年给我寄，儿行千里，虽远必诛。他们寄了，我也寄了。我小时候一吃花生就会想流眼泪，父母以为是烹饪方法的问题，用老家榨的高纯度花生油给我炸花生吃。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自幼体弱多病，家里就鼓励我没事的时候多运动。但过敏症状是这样的，它的症状会随着体内血液循环速度的加快而逐渐抬高。
所以我越运动身体就越差，身体变差，家里就让我多运动。后来跑着跑着，我说妈，我好像看见我太爷爷了。我妈说心脏不好，咱就多吃点花生呗。高一那年终于扛不住，第一次休课了。当时是在放学踢足球，第一次休课，不知道身体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对，想赶紧背包回家。走到学校门口麦当劳，扛不住倒在地上。路人一看，汉堡中毒了，洋垃圾毒害中国人。服务员一看，肯德基派来的吧？店长很仗义啊，他其实可以不用管我，因为我没有倒在店里，但他冒着风险把我救了。我后来真的很感激，给送了一个锦旗，麦当劳救死扶伤，巨无霸妙手回春。然后就把我拉到了医院，打了激素，抽了血，做了检测。医生说你是花生过敏，最好不要吃，吃了饭后1个小时千万别运动。我当时听着如此精准的作案手法，又看了看我爸妈，感觉故乡的花生米正中我的眉心。医生就说你们家以后做饭就不要再用花生油了，我们家就换成了大豆油。用了1个月，发现我大豆居然也过敏。我家里就陷入了困惑，我爸说要不咱试试转基因的呢？我说是要转我的基因吗？这些年父母就有点愧疚，老跟我说感觉对不起我，不小心喂我吃了10几年的慢性毒药。我听完心情就很复杂，因为一方面我真的不怪他们，我们村儿祖祖辈辈都吃这个长大，都没问题，换我也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吧，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我爸是一个山东人，我妈是一个河北人，我查了一下，跟潘金莲、西门庆是一样的配置。总有一个人在提供毒药，一个人在负责熬制，就为了送走家里的大郎。我跟故乡的格格不入，还体现在一些观念性上的问题，总会有一些奇怪的对话发生在我和我爷爷奶奶之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爷爷跟我说：“大孙子，你学习成绩好，就是因为你太爷爷埋的特别好。”我说：“怎么我内卷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太爷爷躺平帮我解决了？”我爷爷就说当年下葬那会儿选的分风水好，叫状元坟，说我靠这个分能轻轻松松上清华北大。我不理解我爷爷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信了这个逻辑，我也很难想着感谢我太爷爷，我应该只会想用我更多的祖宗实现我更多的愿望。我说爷爷，其实我还有几个愿望，你能再为我燃烧一把吗？我发自内心是不信宿命论的，但我发现真到考试的时候，又很难克制自己对这个分的喜爱之情。他至少让我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我同学问陈明飞：“你今天怎么这么自信？”我说：“因为哥们儿，下面有人。你10年寒窗，哪比得上我几代人默默无言的沉淀？”他说：“这么狂，你是给人塞钱了吗？”我说：“哥们儿，钱多了烧的呀。”就因为有这个状元分，中学几年一直非常的自信，直到我高考那年，村里修路，把我状元分给刨了。我说：“谁把我的宝藏人脉带走了？”当时要开棺，然后迁到新祖坟，发现很多祖宗埋太久了，棺跟遗体都变成泥土，没法再真的完整的扛到新祖坟了，就搞了一辆挖土机。很多乡亲没用过，开的不熟练，那个铲斗啊晃得跟颠勺一样。我的祖宗走一路掉一路。那年我的1模2模高考成绩啊，也走一路掉一路。
后来高考分出来，差了1分没有考上清北啊，但是我知足了。确实知足了，因为我知道我太爷爷他已经尽力了。一个破碎的你怎么保护一个破碎的我呢？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啊，我会跟着那个挖土机，他一边抖我一边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拿个扫把收集我的清北碎片。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遗憾，因为我感觉就差一点没考上，跟真考上其实是差不多的。直到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那个俱乐部的推文是这么写的：本次比赛的选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清华、北大，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明飞。我说好像不太一样啊。但那次比赛结果还挺好的，战胜了所有清华北大的选手，而且就多了1票。我当时看着那1票，我说是你吗？但太爷爷你帮错比赛了呀。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今年大2。现在心情怎么说呢？就是马上有期末考试了。我念的是中文系啊。我发现有时候我很难跟人解释说我们这个专业它究竟在学什么。就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坐火车上学嘛，路上很无聊，有一个阿姨就说：“小伙子，你大学学什么的呀？”我说：“阿姨，我学中文的。”阿姨说：“那你学的挺快呀。”我说：“阿姨，我是中国人啊。”我在我们专业，说实话，待的没有说特别适应啊，因为我们专业是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的一个专业。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行那种跳长绳比赛，进了我们队的微信群，发现就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那天体委在群里说的是老婆们集合了。我说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呢。体委可能没反应过来啊，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但后来那天活动现场，他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男生啊，所以那天我们夺冠之后，他发的朋友圈里就表现了对我的尊重。他说我和老婆们和陈明飞取得了冠军。感觉我像他们养的一条狗。我念中文系就是想学习写作，写一点真正好的一点作品。但上了大学之后，老师跟我说，一个作家想写出那种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要先过30、40年苦日子。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久了？你说我万一好不容易熬了20多年苦日子，然后突然死了，那我这辈子不全是苦日子吗？就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卧薪尝胆的勾践，我知道这个听着很励志，但我觉得他励志就是因为勾践当年成功了。他要是尝了3年胆被夫差灭国，那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沉迷尝胆。导致亡国的变态了。不过我还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啊，我也焦虑过，说我真正能写出好作品之前怎么赚钱养活自己。我甚至考虑过转专业，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在老家有一群爱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朋友，我心想这群傻帽的钱哥们还是能挣的。一个作家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行业，它能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我大2那年呢 ，AI 会写小说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进宫的太监，一个阉人。就是我准备工作刚做完，发现行业消失了。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时代所欺骗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报志愿那会儿，全网都在告诉我，文艺就是人类面对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说怎么2年就被打爆了？
你 AI 用的不是 C 语言吗？怎么先把汉语言取代了？你这个 C 该不会是 Chinese 的意思吧？我很痛苦啊！我去问做 AI 的朋友，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就行，我们做这种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掉？我朋友跟我说以后说不好，但现在不会，因为 AI 刚开始学写作，它短期内比不上你。我说这怎么可能安慰到我？我也刚开始学写作呀。我跟 AI 同时开始，你猜我俩谁学得快一点？该不会是我吧？很难受啊！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短诗创作比赛，发现有个赛道已经叫 AI 赛道了，要求我们的作品展现出那种人机协同的美感。我说人机协同，我小时候不是管这玩意儿叫作弊吗？我记得我小学那会儿看着有同学考试那会儿拿手机搜题，人机协同，轻轻松松拿高分。我辛辛苦苦做半天拿个中等的成绩，我都安慰自己，我说陈明飞没事，你现在累了一点，但你培养了能力，长大你比他们强。长大发现人机协同才是真正的能力，就感觉像另外一个版本的卧薪尝胆，就是勾践尝了3年胆，发现夫差让别人消灭了。人轻松了，苦白吃了，在历史上还是一个沉迷尝胆的变态。我当时就感觉相信了很多年的道德信仰就是崩塌了。我去听了我们学校一个 AI 应用伦理的讲座，那个讲座上老师就明确说了，你用 AI 帮你写小说、写文章、发杂志肯定是不对的。我说哦，至少还可以，至少象牙塔还支撑着我原来的道德观念。那天有一个提问环节，有个学生问老师：“我确实没有用 AI， 但很多周围同学都在用 AI， 我不用我不就比不过他们吗？”我心想，老师这个人一直太不坚定了，你赶紧说他骂他，点醒他。老师说：“咱们先把后面的摄像机关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点真东西呀。老师说，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没几年，很多相关规定都很灰色，所以老师觉得吧，只要没人管，你就随便用。我说什么？我拿你当教父，你跟我玩碟中谍？哎，那我刚刚辛辛苦苦那1个小时听的是什么东西呀？是用来解锁正文的广告吗？我那天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我感觉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东西啊，它就很像摄像机，它能约束人性的丑恶，但也能关。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我明白 AI 是好东西，我知道它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我不在车上。我感觉我像那种电车难题里被捆在铁轨上的那个胖子，就只不过时代的电车不会遇到难题，就可能有列车员通过监控看到说列车长前面好像有点人，咱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列车长说就那么几个人，你把摄像机关上不就好了吗？就看着那个车越开越近，我旁边的朋友就会问陈明飞：“咱们现在怎么办？”我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说：“那我先上车了。”人越来越少，我看着电车过来，我也很害怕。我就躺在那儿，我说等等，这儿还有个人类呢。他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明飞，我现在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啊，住在学校的8人寝室里面。我们学校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寝室的住宿质量呢，就把它划分成了4个小隔间，所以我们宿舍现在既有8人间的拥挤，还有2人间的冷漠。整个宿舍是一种相看两两厌的感觉。真的很冷漠。我们那个301家人群里从来没有人说话，只有群收款。关键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收款。
也没有人去问。我这想哪天我要缺钱了，完全没有互帮互助，一人一个垃圾桶，30几平的房子里面8个垃圾桶。我在上海一条街上都最多见到2。一人一个垃圾桶，你们屋里总有垃圾。宿管查寝说：“你们屋里什么味儿呀？”我说：“可能没有人情味儿吧。”2人小屋关系还可以啊，但这学期也有自己的矛盾。我室友这学期突然染上了一款枪战游戏，而我这个人吧，又偏偏不太懂事儿，需要睡觉。有一次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说：“哥们儿，我有点神经衰弱了，能不能先让我睡1个小时，睡醒你再接着玩？”他说：“那这50个人质谁来替我救？”我感觉他的脑回路跟我们宿舍的垃圾桶一样，有8个。现在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他的 AK。我身在和平年代，心有战后创伤。也试过戴耳塞，发现没有什么用，因为打枪战的人他不光声音大，他的语言体系还非常的单一。顺利的时候他会反复问对面：“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不顺的时候他会说：“哥们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耳塞会吸收70%的音量。我躺在床上就感觉有人在跟我耳语：“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吾日三省吾身。”宿舍有些冷漠和一些负面情绪，大家都想跟亲戚朋友骂一骂舍友，我觉得能理解。但我是一个北京人，我只会普通话。我骂他们透明，他们骂我加密。就算我舍友坐在我床边，对着他爸妈激情四射的辱骂我，我也很难确定他在辱骂我。有时候我都听到我的名字了。到我这儿就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都没有辱骂我的舍友，我就给老家朋友打了个电话，一不小心没戴耳机，开的外放。我朋友说：“陈明飞，你那傻帽舍友还天天唱歌吗？”我说：“我舍友唱歌不傻帽。”后来时常会反思宿舍关系怎么处得这么差。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一个很外向、跟谁都很自来熟的一个孩子。我记得小学那会儿，老师为了阻止我上课说话，会专门把我们班最不爱说话的同学全放在我周围。朋友们，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他们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每天都很开心，老师就很不开心。老师就会说：“陈明飞，你们几个要是再说话，就都给我出去站着。”朋友们，一个人出去站着叫罚站，一群人出去站着那就提前下课了。小学生活就是不想上课就说话，一说话立马能下课，表达总有正反馈，你就特别爱表达。那是怎么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呢？因为表达不可能总有正反馈。我记得我中学那年看了一起社会新闻，是有一个性骚扰的案子，那个受害者跟我的年龄很相仿，我看完很愤怒，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种性骚扰和恋童癖的人都应该去死。当时同学也不转发支持，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有一点尴尬，但我觉得值得。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了这种东西勇敢的、正义的去表达，就应该这样。很多网友也是这么想的。经过我们2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案子终于辟谣了。
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一起仙人跳，当时那个心情就格外的复杂。因为首先我们能承认，能被仙人跳的人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冤枉坏人了。那是表达欲第一次受挫，你感觉你以为你是帮助了一个人勇敢的发声，最后发现其实你被这个人当枪使了，那种感觉很不好。这就很像赵云7进7出救出了阿斗，然后刘备告诉他这其实是曹丕。赵云就很勇敢地参加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所以为什么都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因为可能确实没有长脑子。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影响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说话去解决问题或者拉近关系的时候，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怕我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比如有时候我很想问我的舍友，你天天打枪战声那么大是没有功德吗？我又怕他说，因为我10岁那年在战场失去了一个战友。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很失望，有一天就是感觉，原来社会新闻你都敢勇敢说，现在宿舍冷漠你都不敢说话了。就在宿舍群里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咱们关系其实处的一般，平时要不要多聊几句什么的？发完我就后悔了，我特别怕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有自闭症，我说那我太不是东西了。但好在没有人这么说，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没有人理你是非常尴尬的。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理我一下，怎么能让他们回复我一下，我就发了一个群收款。然后再也没有尝试过沟通。我现在依然相信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但会有很多对表达失望、不愿意再表达的人。在一次次辟谣里面，我们就真的慢慢分不清那50个人质是真是假。所以有时候也请宽恕身边的沉默，或许我们也曾是最爱说话的人。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这2年主要在外地念书，跟老家人朋友聊天，主要靠发微信。但我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其实很容易让我变得敷衍，就是朋友转我视频，我肯定不看，哪怕我本来就在看视频。我只会先等1个小时，然后说哈哈哈哈哈。他说这是我偶像进监狱了，但他发的是语音，我也懒得听。我说笑死。线上有点敷衍，线下也不是很擅长社交。大学有空去讲一讲脱口秀。大一那年省吃俭用攒了1500块钱，瞒着家里去成都打了一场比赛。朋友们，这是场豪赌，因为如果赢了，我就能用奖金买机票回上海。比赛结果怎么说呢？上海30个小时绿皮硬座也能回。我上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还好，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只要有手机玩，熬30个小时不是问题。上车之后才发现，这辆车有座但没有插座。说实话，我宁愿它只有插座。手机没电之后，我才意识到平时坐高铁还是有点太矫情了。有人外放视频，我就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但那天，我说这个声音我怎么听不听呢？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起看视频的，烂片我也看。我感觉烂片可能就适合在绿皮放，无聊的人看无聊的片儿。上海堡垒只在绿皮，豆瓣至少9.9。绿皮书能拿奥斯卡，就是因为叫绿皮。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才容易看东西感到开心，觉得好玩。我现在特别理解录节目为什么要做得紧，还要收手机，以为自己踏上了通往快乐的列车，殊不知这是一班绿皮儿。但手机陆续都会没电，车厢里会进入真正的无聊。我发现人在真正无聊的时候，平时你觉得奇怪、不合时宜的人和对话也会显得很有趣，甚至有点期待。我当时对面也是一个大学生，印象很深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这要在微信上，我立马拉黑他。但当时在绿皮上，
我说可乐还有这种功能呢？闲着闲着，你展开说说。这里的对话就是完全不敷衍，甚至有点冒昧，但没人在乎。周围人的家乡籍贯、情感经历我一清二楚。我甚至知道一个大哥有扁平足。我当时觉得，如果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一辆绿皮上，根本成不了悬案。警察上车随便问个人：“你知道谁干的吗？”我知道。他刚才太无聊了，自己告诉我。在这里聊天，只要足够久，你总会说几句平时不好意思说的真心话。我觉得现在很多虚伪的社交场合，如果在这里办会好很多。比如面试，待6个小时，来面试的 HR 都说实话了。对不起，我学历造假。没关系，其实我们周末也上班，依然般配。只要你说真心话，一定有人真心听，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聊，因为每一个新站总会有一些新人上车。我们会和他一起看电影，直到他的手机没电。然后我就想怎么再跟他开启一段新的对话，怎么说比较好呢？我说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我发现这句话在车上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只要他听完没有骂你，就算通过好友申请了。我越想越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开场白啊，因为它足够纯粹。你听别的你好，打扰一下冒昧，你都感觉很得体，但下句他就要有求于你。而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一听就知道，他都没打算见你第2回，纯聊天。就这样一直做到终点。我说要不加个微信吧，也算最了解彼此的人了。到家之后给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哈哈哈哈哈，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有一个也不是很擅长社交的朋友，听了这段经历还挺高兴的。大2那年回老家，他也做了一班绿皮。上车之后就给我发了张照片，说陈明飞你个大傻帽，你看这是什么？我点开一看，我说插座。这种脏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绿皮上的？上网查了一下，说2024年开始陆续开始给这种绿皮车加装插座了。我说那以后烂片谁来看？可乐的秘密也要失传了。其实我知道加装插座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让我们更快乐，但还是有点遗憾，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世外桃源。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啊。好，大家好，我叫谢谢，谢谢你们。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我心存感激。而且今天也很开心，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跟老师犟嘴。我非常紧张，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传播度非常广。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衡中很会营造那种卷的氛围，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真的假的？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但是老师看到以后，他质问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学了？”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让我改成北京大学，我不敢犟嘴，真改了。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后来还真的考上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我是北大的，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会搞笑，这。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就有人觉得说，哎，你装什么？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他们就辛苦了。
哎，活该你上北大，确实很辛苦。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尤其是重点班，班味儿有点重。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比如说背英语单词，comedy， 我们就得 comedy。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你那么大声，分数没上去，分贝上去了。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后来想了想，其实挺雅的，背一会儿就哑了。但是没有办法，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就怎么说呢？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其实。我的妈呀！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但是在衡中啊，我们不用谈上恋爱，就可以被抓。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你看他这个用词，他就很赛博朋克。非正常接触，感觉谈了个外星人。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并排行走。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那啥是正常接触啊？操场上亲嘴儿。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我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你要上我回家反思，我俩可就逛街去了。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他专门负责查违纪，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哼。恋综观察员，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我当时比较爱干净，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德育主任质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天天洗澡。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我是为了卫生。不洗澡我身上痒痒。老师说身上痒痒，我看你是心里痒痒。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看有谁抬头看他。如果你抬头看他，你就是没有学进去。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我已经学进去了？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但为了避免违纪，硬不抬头，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突然老师推门进来，我嘎一走神，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就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他也当不了诗人，他望不着明月。他举头只能望主任，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1周。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罪犯都没有体验感。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47踹门而入。没人。
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罪犯都吓坏了，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说 freeze， 我们 FREEZE。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好，讲到这，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不客气。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那是一个很卷的学校，有的同学卷到吃饭不到5分钟，动作非常快，感觉走的应急通道。这些同学吃饭就是去食堂买个包子，塞进嘴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我没有把衡中学生妖魔化，因为没有哪个妖魔会这样折磨自己。我倒是觉得妖怪应该衡中化。你看《西游记》那些妖怪，他们但凡有一个能接受生吃唐僧肉，这些妖怪就应该抓到唐僧，就往嘴里塞，一边往回跑一边嚼。等孙悟空追上一看，说：“哟，师傅已经走了，那咋办？上会儿自习吧。”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卷不过他们，每次考试都有很多题不会做，我就很焦虑，我爸也跟着焦虑。高考前夕，我接到我爸一个电话，问我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我当时都懵了。我说：“爸，你要替考啊？”我爸说：“不是，我去帮你拜菩萨，要提供你详细的个人信息。”你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以后，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菩萨的原因，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别急，往后听。那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主要是我们那年高考数学题很难，听说河北省平均分才40多分。那年很多衡中学霸都考崩溃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张卷子里面见过那么多不会做的题。我见过，简直是我的舒适区。那年考试心态很放松，学霸们没有经验，但我无他，为首数2。最后考得也比他们好，毕竟你说一群刚瞎的人，怎么可能比黑灯走得快呢？最后我那年的高考总分正好是北大的本科批录取分数线，1分不少，1分不多。我很庆幸，我的努力不仅没有白费，也没有浪费。不愧是北大，分数线定得真准，是不是偷偷估我分了？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大学我要好好放松放松。衡中太辛苦了，我要报复性摆烂，我要荒淫无度，每天早晨睡到8点我再起床，我要带手机去教室，一到课间我就玩手机。一顿饭我要吃10分钟。我要坐着吃包子。入学以后，我室友说：“不愧是衡中的，大1就要考研呢。”但我很快就发现，就算真的努力也没有用。当时去的是英语系，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左右，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而我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Little Town Homework Doer。每天英语系全英授课，老师同学们谈笑风生，我听不懂。我一个中国人，感觉自己在中国留学。拿查词典来说，同学们查都是那种牛津英文词典，用英语来解释英语。我试过，我查一个生词，
蹦出来48个生词，我得再查48个生词，我要查的单词数量指数型增长。用英文词典有一种道家的感觉，1生2，2生3，三生万物。我都恍惚，我说用的是牛津词典，它还是有道词典。挨个查词太麻烦了，所以我后来有看不懂的课文，我都直接拍照问夸克 ，AI 相机就能整页翻译，拍照问答、图表分析，样样在行。感觉比起我，夸克才更像一个北大学生。我也试过努力学习，但是基础差得太远了，实在是跟不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北大要把我这种差生招进来。我成绩是班里最差的，属于是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正是在下。每天都很焦虑，我都想，你说但凡有一个人成绩比我差呢，跟他一比我都没那么焦虑。想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北大要把我招进来。北大需要我，你说每天学习学给谁看的？就学给同学们看的。跟我一比，他们就不焦虑。木桶效应里面长板短板都不重要，一个木桶想盛水，你得有底下那块板。什么面子里子，我是北大的底子。这个世界我懂了，哪里都需要我们这种差生。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就应该在每个高校都投放差生，然后给我们发点工资，我们可以当全职差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但是学不明白。然后去那些优等生面前抱怨说：“哎呦，这知识也太难了，这个世界谁懂啊？”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为那些社会的栋梁们在校园里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够解决差生的就业问题。反正我们毕业也找不着工作，干脆不毕业，留校任差生。你们也别觉得差生这个活好干，我们得时刻注意着，千万不能学会了。毕竟我们不是傻子。日积月累，到个35岁左右，学的差不多了，成绩跟优等生一样了，被优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毕业了。35岁，我们差生从大学毕业了，优等生从大厂毕业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好，讲这，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大。没有，我就不是南大，我是北大。大家好，我叫谢谢。我第一赛段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的高中，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节目刚播，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说删了。他说你这样说你的母校是非常恶劣的。我没弄明白，怎么就母校了？啊，我母校不是北大吗？就这个高中班主任，他虽然也是老师，但他和嘻哈爸爸完全不同。他是嘻哈爸爸的反义词，爸爸哈西。比到半决赛，大家都疯了。你们今天回家路上就会突然脑子里蹦出来，爸爸哈西。但其实我们河北学生从小就会为了考进衡中刻苦努力，可以说是吃得苦中苦，方吃苦中苦中苦。我们从初中管的就很严，甚至会管发型，当时要求男生要剃寸头，长度不超过9毫米。女生运动短发，长度不能过耳。每天一放学，那个场面就是一群猕猴桃混着爱探险的朵拉出来了。我们老师
猕猴桃李满天下。还有爱探险的小朵拉。老师说，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合格，老师当场拿个理发推子就给剃了。就嘻哈爸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我们老师上班是老师，而且是理发师。他既是 teacher 也是 barber。但其实这是高中3500词里面的。整个过程，我们年级主任会在旁边监督，发型总监。老师说这是为了提升学习成绩，我没明白。哦，9毫米就能上北大，1厘米就上不了。头发失之毫厘，成绩差之千里。我看这教室墙上挂着那个牛顿的画像。顶多是个中专。剃头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命令。老师让你剃头剃就完了，老师让你学习学就完了，老师让你考衡中考不上就完了。我当时很努力地考进了衡中，然后发现每个教室会安装很多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我们。就当时老师开班会还在说呢，勇敢做自己，生活没那么多观众。就他们那个监控强度，可能是没什么观众，全是私生饭。在衡中那几年都跟明星共情了，特别希望老师们关注我的作品，远离我的生活。那些摄像头高清到什么程度？那天我们班长在本上写了一句“垃圾学校”，全校通报批评。后来查出来了，他写的是“创造无垃圾学校”，橡皮挡住了几个字儿。我写的是“垃圾学校”。当时是寄宿制的，所以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不会，我之前在家都不叠被子，我那个被子可以说是豆腐脑。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每天叠被子，就会准备2床被子，一个盖，一个叠成豆腐块，放在那儿应付检查，叫样被。样被，不让盖。但是其实老师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是样被，他们不管，因为这样也算通过了测试。就在老师眼里，我这个被子哪怕是样被，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糊弄糊弄呢，我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我有时候都感觉没必要找个借口啊，剃头发、叠被子怪麻烦的，干脆老师直接推门进来问我们，服不服？我们说服了，服了，那效果是一样的。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很听话，我没去过网吧，只上过微机课。小时候朋友叫我去网吧，我说不了不了，没带鞋套。但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规矩都消失了。我这种服从惯了，反而有点迷茫。没有人给我发号施令，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感觉自己像一个那种 AI 助手，只听得懂指令，不然我就服务器繁忙。那段时间你要求我帮忙，就不如要求我帮忙。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200呀？谢谢，就不如你给我转200。我那段时间就不太适应自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可以留长头发，也可以不叠被子。我那天甚至鼓足勇气玩了1晚上手机，没事儿。我都有点崩溃了，我说这还有人管没人管了？啊？没人管我造反了，我要做最叛逆的事儿，我对这个世界大声地说我去网吧。我现在喜欢单口喜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事情。我刚入行的时候上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大师课，他在课上说单口喜剧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解构权威。第2天，就有学员在台上骂他。我觉得这太酷了，我现在开始学会对这种行为说不。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我没回他。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我觉得老不回他实在不太礼貌，就把他微信删了。
高中班主任，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微信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束缚，除了法律，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节目组说不能超过7分钟。谢谢大家。来，朋友们，很开心给大家演出。这确实很吸引注意力，你知道吗？上个赛段比赛的时候给手摔断了，现在是黑灯和小佳的竞品。我就是这一期的新残疾人，算是喜榜残疾人。哎呦，说实话，真想讲老弱病残的段子，想讲地狱笑话啊！我有这个资格。我在20岁那年就得了糖尿病。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听感上更像是刘仁成的段子。20岁，在我们的教育观念里算小孩，小孩就是得不了任何病。我小的时候是没办法和长辈说难受的，但凡说难受，就以你是小孩的名义来否决你。他们甚至会剥夺你身上的器官，从来没办法和长辈说腰疼。小孩没有腰啊，一出生给你卖到缅北了。我们东北更严重，逞强教育，流感出门没有人戴口罩，脸上挂个小孩出门了，得不了任何病。但是这肯定是玩笑，身边的朋友开那个玩笑才是真的恶心，把你当绝症，不让你吃糖，不让你吃水果，不让你吃巧克力，非说你是狗。上网搜糖尿病患者能不能用水果手机，家人才是真的关心。我老80了，知道我得糖尿病，心疼坏了，每天以泪洗面。哎呀妈呀，大孙子咋整啊？得糖尿病了，妈老还没得你就得了，咋整啊？哎呀，要不吃点黄桃罐头呢？1型糖尿病发的太严重了，一发病就进 ICU， 特别突然，和这个段子转折一样突然。ICU， 我确实是安全下车，往那一躺，真的身上哪儿都插着管，呼吸都有管帮你。我往那一躺，我都想发现小众宝藏打卡地，还什么家人们谁懂啊？我懂。ICU。再出来的时候，在隔离病房，周围全是那种老人、老头嘛，他们很健谈，在里边聊天。大爷问你怎么进来的，看着我说老弟，你这么年轻，你来这儿，你得是癌呀。我说大爷你别闹，我糖尿病。他说你别闹，这屋里谁没有糖尿病？当时才意识到，糖尿病只是见他们的门槛。之后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每天打胰岛素活着。但直到去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考了老家一个社区，被拒绝了。那个手册一翻开，写的是有犯罪记录不行，大面积纹身不行，糖尿病等慢性病不行。没有想到这个门槛面前，我和杀人犯一个级别。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明明慢性病，我又不是那种病。我没有办法伤害别人，我伤害别人，我小糖尿病怎么影响我在那个岗位上端茶倒水吗？主任喝茶，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亲自倒。蜂蜜茶，主任，蜂蜜茶，5支蜜糖。这个找工作过程中，连这种岗位都在拒绝我们。中国有1.4亿糖尿病人，我说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当时的病友群里全是老头老太太，根本不用上班。第一天进群发了4个表情包欢迎我，是4个观音说欢迎群友。那剩下的呢？一查在送外卖、送快递，明明体力活最不适合我们，偏偏最接纳我们。不是说我们适合，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歧视任何人。哪怕他们就叫歧视，
我真的在找工作过程中屡屡碰壁。我当年投过一个我最引以为我觉得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掐的岗位，一个大厂的运营。所有面试全过了 ，HR 为了拒绝我说那个话坦诚且残忍，担心你的体力问题，没有办法胜任我们这个岗位。体力，奥运会上足球、网球、冰球各个领域都有糖尿病的运动员，我们的体力可以打奥运会，没有办法上这个班，这得多需要体力。我能为国争光，没办法为他卖命。我不是来端茶倒水，有什么东西是我那个体力干不了、端不了的吗？又不是铁饭碗。真的说的话很坦诚残忍，说担心你在我们岗位上猝死。他知道自己的岗位能猝死，但是不能死一个糖尿病人，必须死一个健康人，得有武德。不杀老弱病残，对吧？工作强度大，你降低工作强度啊？怎么你想招个命硬的，招个累不死的，招个能吃苦的，更适合我了，我就吃不了甜。运营干不了，我们有什么干不了的？英国2任首相都是糖尿病，不跟你们抢这个冠军了，我要当英国首相。已经疯了，怪不得首相住的街道叫唐宁街，那地方我也能住。英国注定是属于唐人。如果当英国首相这个愿景太过于荒谬，那我还是希望能回归本真，希望所有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都不被歧视，这个世界该填的填，不该填的不填。谢谢你们。嗨，朋友们，嗨，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因为太暗了，摔了一跤啊。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没想过输给黑灯。啊，正式开始了。我叫于博啊，说实话，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但是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第1轮6块金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第2轮上来就给用，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兜里有就得花。啊，用了一块复活金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说实话，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太差了？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然后逃避面对的人。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不敢和外国人说话。但不是说真的差，英语还可以高考，但就是自卑。我在想，我是上海本地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我说 homie， let's go neighborhood right？ homie 哈，因为我是活死人。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对吗？新概念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快点，张嘴，别逼我干你，快点。但我是农村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我说这是啥呀？怎么了？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我妈让我去说话，我能说什么？我说兽首是中国的。他说哥们儿，我也是中国的，我少数民族。还是来了上海，因为自卑感到落差，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落在试卷上，还交流？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还什么听说读写，我们就是嗨，没听说过。天天读写，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
啊，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不是说真的不考，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高考当白噪音放。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专心干自己的事儿，快点。阅读理解，写作文，快点。长大了，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听不见。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出国都没有工作，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叭叭说两句话，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只能做美甲，不能纹身，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回家一照镜子，后背是地儿里滑。英语学得很尴尬，对吧？精通掌握，因为成绩还可以，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英语学的跟核武器似的。朋友还问呢，说你会不会？有时候会，他说那你说呀，我说还没到时候。我方不使用，但掌握英语威慑。别说英语了，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前两天在路上，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不是撞的这个，把我撞了。当时我挺生气的，因为我占理，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你道歉。他理直气壮，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我没有父母，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给我一顿骂。在他眼里边，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我是个肇事孤儿。对我进行疯狂辱骂，脑子已经空白了，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已经迟缓了，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我是僵尸，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我当时就看着他，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因为他说着说着，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他说，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我就是觉得，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很难，难到说服。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啊，单依纯。那粉丝不骂你吗？你搁那犟嘴，哎，如何呢？又能怎？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甚至别人家。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当自己家一样，我不能把这儿当家。我真把这儿当家，我就把你撵出去，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当时就是假客气，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另一个翻我的冰箱，我往那一站，像个中介似的。我这从东北来看我，还来看房的呀？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另一个说好。我说啊。2个人躺到我的沙发上抽烟，很过分，但碍于情面，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拿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印第安人往那一站，欧洲人说在这住吧，另一个欧洲人说好，印第安人说啊。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
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向我们走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谢谢你们。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好，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不是说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教育观念传统，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对她好的不行，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她说给妈妈买包，妈妈是开心的呀。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更有意义了吗？什么话？我大学在上海，又不是在莆田。这话听了我都后怕，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即使打钱也这么说，给妈妈打钱，妈妈是开心的。但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啊，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掌控感有点强。2010年左右，每天给我5毛钱。10年5毛，10年妈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然后和我说你省着点花。5毛，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他只要省着点都没有花，那叫攒着点花。这都不是每天都有，上学才有。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5毛上学，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妈剩3毛我流浪呢。没有，我妈说妈不是不给你钱，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没买。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我说妈妈，我想吃一只鸡，没法。我肯德基求你，不许吃啊！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啥玩意儿？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吃那啥鸡呀？住房公鸡呀？不是，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说这房子就送你了。我说啊，那房贷呢？有人这么送礼吗？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我必还不上，我必当老赖。我必赖，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还1个月，然后第2月在房子里饿死。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我妈原话：哎呦，房子越早买越好。我说真事儿吗？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每天还5毛钱。我确实有想过，我想当10岁的老赖，因为10岁老赖帅，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但切记，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10岁呀，同学们幼稚至极，体育课，哎，我当迪迦的召唤者，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那1个2个小奥特曼，小罗永浩。这个我给。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就哥们儿1个人坐不了高铁。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扣一个帽子，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哎呦，这句话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理解，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谁吃过苦？我姥。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对吗？他成为人上人了吗？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
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只有一个那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老希望你能上南方。”话里话外就是：“哎呀妈，老后悔了，当年呢走过了。”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我能理解我妈，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我问过我妈啊，你遗憾什么？她说：“哎呦，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我说：“妈妈，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呢。”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这个事儿争执过很长时间。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读研，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儿，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每一天一打电话我说妈怎么了？她妈能怎么？哎呦，妈不能怎么，妈就觉得哎呦，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就好了。啥话呀？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咋生啊？生着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这么说你现在还行啊，985本科还够用，但妈告诉你不用多5年，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都将被淘汰。我不知道今天幸存率大概有多少，但我调查过，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99.5%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这叫灭绝。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我们家得灭门。哥们儿是个孝子，不能独活。当我后来很坦诚，我和我妈说是真的，妈妈，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真让我读研，我坚持不住，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我直接我就自杀了。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我妈在这，妈第3年是谁？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讲到这儿，谢谢苗如我，拜拜。嗨，朋友们啊，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我叫于博，来自一个教育大省，黑龙江。可以，鹏哥接着释放吧。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当然，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各位，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各位可能不知道，比北上广深高多了。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7所高中，没有中专和技校，每个混混都有文凭。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3角函数。你说学那有啥用？我说看那香港电影《古惑仔》，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一眼就发现了。那大哥说，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大哥不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 G V 排，淹死就飘了。重视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很直接，很夸张。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清北班，太直接了。这和那是衡水中学不一样，人家不叫，但能考上。我考不考上别说，我们就叫，先叫，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但这个名字太重了，老师第1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往那一站，
很刻薄。30个人，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就必须上清北，谁不上，谁是班级的失败者，是 loser。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最好情况，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这种班级太吓人，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奔清北、梦清北，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在这儿学习，批卷不敢使劲儿，得清华。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没有，这个名字很重，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很多事儿干不了了，玩手机什么的。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啊？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啊？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往下边一坐，我都纳了闷了。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没考上，因为自己会太多了。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哦，这个事儿不值得哦，因为说实话，这不是我想学的。但那种教育观念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你上社会上学。听妈在上海同济学计算机，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因为那种观念，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去大城市挣大钱。如果不好好学习，留在老家你就饿死。小时候深信不疑，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发现这事儿不对。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在大城市然后饿死。人只要想饿，在哪儿都能饿死。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但说实话，刚考到上海那年，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觉得自己哎呀，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5年就买房买车了，你们在老家什么东？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眼镜是上霜的。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23岁不坐地铁，什么时候坐地铁？对吗？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奋斗原始积累啊，最后中产了，追求车啊房啊，那是我奋斗的奖励。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但在老家不一样，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不是奋斗的奖励，算签到奖励。在线时长够可以了。
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我羡慕至极。独立生活了吗？我说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为什么买车？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是在老家，钱花不出去。我说钱花不出去啊，你发点假币呀、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再去考他们，没有人在乎了。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他说不知道，去你的吧！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讲到这儿，谢谢毛宇哥，拜拜。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洋哈，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录2个综艺，然后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你知道飞多了之后，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我长了很多的见识。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我说金卡，这得多尊贵啊！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李先生你好，你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啊。想的是这种，你知道金卡会员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什么都没有。他唯一享受的待遇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然后跑过来，就这消息跑过来之后，目光如炬盯着李先生，炯炯有神，生怕瞟我一眼，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盯着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是我们航空公司尊贵的金卡会员，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降落在首都机场，地面温度23度。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我就先走了。他就走了。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李先生也很局促，我心这就是金卡吗？对吧？也不尊贵呀。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啊。我就在那儿坐着坐着，突然说：“几点到啊？这不知道时间坐过了怎么办呀？地面温度多少度啊？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穿不穿呀？”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说：“可以穿。”然后关键是就这么点信息，他还生怕我听到。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跑过来之后，李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往这边您，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是我们，李先生我给您写下来，要命了。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然后前2天遭到了报应，各位，我坐飞机太多了。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我在飞机上待着，离老远，空姐就要过来，我说别过来，别过来。空姐说刘先生，我说 no。空姐告诉我任何消息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听完了说19点到啊，各位，首都机场。我恨不得给空姐捧哏来缓解这种尴尬。空姐说一句我捧一句，也没那么尴尬。空姐说刘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我呀，我们的飞机19点降落首都机场，没听说过。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怎么着呢？我就先走了。去你的吧！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景区，说是景区，实际上就是一座山；说是一座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那山有多高？那山就300米高，各位，300米，你知道什么概念吗？300米，苏炳添登顶只需要27秒。就这么个小破山，然后收100多块钱，然后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 VIP 套餐体验卡。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然后我就升级了，花了80块钱。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你见过玻璃栈道吧？2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你走在上面说 pass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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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个破玩意儿，你说玩不玩？当然玩，80块钱白花了。我就玩，但是问题是各位，我有严重的恐高症，我站在上面一步都舍不得走。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一步不迈。但是问题，我老婆了解我，她说你这样，你把眼镜摘了，
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我就把眼镜摘了。各位，我还有严重的散光，我一摘眼镜，玻璃栈道变仨了，3倍恐惧。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着那个杆，我真的眼睛都不敢睁，浑身颤抖，一点点往前蹭着走。旁边人都惊了，我说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不合理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畅玩套餐里还包含一个服务，免费拍照。因为景区就是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脸上红温、浑身发抖、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念头：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我在那闭着眼，我就听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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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完了。我一下玻璃栈道有一个屋子，一抢我的照片，全是我驯服五官的全过程。我说这玩意儿太可怕，我就要走。走的时候，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刘先生，这些精彩瞬间真说得出口啊！这些精彩瞬间，您只需要花25元就可以买回去。”我说：“你做梦！你给我25，我也不买。”他说：“不买就一直挂着。”我说：“买，大哥。”商量。但是我也办过比较划算的卡。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速通，不打广告了，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在里面，你知道优速通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排队。你去了主题乐园，你排过队都知道，那队伍都不是直线，那队伍就 S 型，那都不是 S 型，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门外5个小肠，好不容易绕进去一看，还有5个小肠，一直在那儿绕。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你们这一次碰面，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你们就一直绕，这哥们儿就一直在你前面，你转3圈就没话了。在那走着走，哎，老张，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我也来了，我真巧，多少年没联系了，真是哎，常联系，回头见啊！一回头就见了。啊，老张，我坐飞机来的，是，飞机很累，吃饭啊，记得吃饭。然后一回头，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啊！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在这种队伍里，如果你想要维护你们的友谊，你只需要还说一模一样的话，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就是你用评书的方式说一模一样的话，友谊还在。你想想那感觉啊！一看到老张，哎，老张，你也来这主题乐园啊？我也是，哎。来的时候，那个飞机上啊，黑暗中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欲知来者何人，咱们下圈分解。一转过来是空姐。空姐轻声说道：“刘先生，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0点降落在首都机场。”谢谢各位，我是刘洋教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刘洋。刚才小龙也说了，其实上一场没来的观众不知道，我上一场是全场第2。那我为什么会坐到那边？因为富航直接把我炸到那边。但是说实话，各位，输给富航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没有输给任何人。我最近在减肥，健身在减肥，主要是希望脸稍微再显得小一点，希望脸能更小一点。然后我其实，在小红书上搜了很多东西，然后很多人会说网上有很多假的东西，你不能全信的。我只信那些劝我做我想做的事儿的帖子，所以我在小红书上搜了，我搜到一个让脸变小的绝技，分享给各位一套理论，很有科学依据，如何让脸变小，把肩练大。太有道理了，各位！各位，如果刚才我上场，我肩宽2.5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注意我的脸。大家问的唯一一句跟我脸有关的就是他脸呢？只有范志毅老师会说：“哦呦，这么宽的肩膀，脸都不要了。”我当然还在网上搜索了很多，我搜索了一系列的东西，我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从那天到现在我搜索的全过程，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我先搜如何把肩练大，练肩的5个最佳动作，练肩如何上超大重量，肩膀受伤如何康复，阴天下雨肩膀就疼正常吗？
如何让肩膀看起来很大，如何 P 图，如何战胜焦虑，如何出家，出家人如何练天。后来还是决定去健身房，要去健身房。去健身房也很焦虑，因为健身房有太多肌肉狂魔了。各位，你们见过肌肉狂魔吗？就这些人特别好认，他们站，他们不能这么站，他们只能这么站，因为这儿肌肉太多，放不下来。你要攻击他特别简单，你这儿捅一刀就行，他够都够不着。说，哎，等着。左手也够不着，因为胸肌也很大。哎，一个死角在这儿。去这种健身房压力特别大，因为第一开始网上说跟着肌肉狂魔错不了，我的经验是跟着肌肉狂魔练不了，这些人太可怕了。就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肌，我那个重量练的是这块皮肤，练这块皮肤，我希望这块皮肤更加的紧致。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皮的时候，旁边有个肌肉狂魔在那边深蹲，各位你知道他深蹲多大重量？他深蹲170公斤，170公斤什么概念？各位，我70公斤，他可以举起2个我还要抱一个30公斤的哑铃，而我抱不动30公斤哑铃。我给大哥当片儿，我自己还得先练练。然后那个大哥在那边在那儿蹲，我在他的旁边，拿这个2.5公斤的哑铃。瑟瑟发抖，我都不敢呼吸，我怕抢了大哥的氧气，我生怕大哥有口气儿没吸着骂我。大哥倒着，哎，有口气儿没吸着，是不是你给吸了？把你也放上来，然后继续。特别头疼，而且有的时候你自己练的时候也很头疼。有一次我在那练我的胸大皮肤的时候。我练的时候，有的肌肉狂魔要过来跟你一起练，他离老远我就知道他过来了，因为他离我还有1米，胸已经到我脸上了。我说大哥往后稍一稍，大哥，大哥过来，哥们儿。这句话是他通过胸部骨传导给我的，他说哥们儿。一起练呀。你一组我一组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很难拒绝他，你能明白吗？我说你边儿去，大哥能用他的钩夹碎我，以钩服人。我就只能让他练，跟他练根本就没法练。大哥用那个重量，我这辈子都用不了。大哥在那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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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旁边扇风扇得快感冒了。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健身房。大哥练得很开心，嘎吱嘎吱嘎吱。棒往那一放上，哥们儿，我去喝口水。你练吧，我练个屁呀！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拆大哥的片儿。杠铃还不能只拆一边，我拆完这边跑到这边拆，拆着拆着再拆这边，拆着拆着大哥回来了，我才开始往这装着呢。装完大哥回来无缝衔接，继续练，感觉我是大哥养的一个奴隶，专门负责给大哥的杠铃片散热。大哥一走，现在都就坏了吧？这个大哥有的时候一回来，发现一个杠铃片没少，也跟我聊2句，说哟，哥们儿，可以呀，你也用这个重量。我说怎么说呢？我多少是用到了这个重量。咱俩练方式不太一样，我拿这练往返跑。有的时候我自己突然就顿悟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卸大哥的片儿，我应该卸下自己的焦虑，好吧？我应该卸下自己的尊严。我现在去健身房，我一个肌肉狂魔都不看，我直奔小重量杠铃片区。哎，各位真的，在一个充满肌肉狂魔的健身房，小重量杠铃片区，蓝海，那些小重量杠铃片每天在那儿，没有任何人理他。我一去，他们就过年了，最懂他们的人来了。我一过去，那就全过来了，什么2.5公斤的呀，1.25公斤的呀，粉色的小哑铃，绿色的小沙锤啊，全跑过来，你来啦！我说来，举高
一个个来啊，俩就5公斤了，举不动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看出来就有鬼了哈，看出来。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一搜，我天，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各位，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聚焦都聚不上了，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重启第2人生了，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一点开后悔没早做。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说实话，各位，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有一个最有名的，我给你讲一下，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各位听过吗？你们来着了。今天你出去之后，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说修的有多好，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那零件见都没见过。当时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会修，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说来也怪，不会修下水道，会德语。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哎，那边下水道坏了个屁的！”当。德国人说：“不要慌，下水道固有一坏。”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你打开那个坑，里面会有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换上之后下水道完好如初。我天，各位，这个故事非常的扯，各位哈，千万不要信。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千万不要信。但是说实话，这么扯的故事，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因为一旦是真的，各位，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10几年后，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没办法，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还不会德语，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哎，那边下水道好了，眼睛完蛋了。德国人说：“不要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你们中文叫酒窝。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换上之后，眼睛完好如初。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然后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我天，我们俩那个交流用德语，我不会德语；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我们俩交流，我中间实在没办法，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啊，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德国口音的英语，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各位，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我在那聊着聊着，他跟我说 SMILE， 我就。他说奶 you smile， 我说 I smile 着呢，哎，这都快 laugh 了，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这就。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我说您好，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那个护士说，可以，2个字刺痛了我。我30多岁了，教了10几年英语，英语没法跟人沟通。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能翻译德语，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我跟人护士说，我说那个能麻烦您问一下，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那护士问医生，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我说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各位你应该能理解，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不仅忙了，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我要是出了风险，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我说那个您能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有没有风险？护士说刘先生，您真的不用担心，没有什么风险，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我一拿那护理包，我说哦，这个我知道，油纸包来了啊。我拆开那个护理包，各位，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这墨镜它用不着了。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我说那我问你，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我一眨眼，眼皮给我切了，我以后跟个鱼似的，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他说刘先生，他原话，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我说嚯，快给刘先生切眼睛，切好了。后来发现多虑了，各位多虑了，手术非常的成功。我做完手术那1秒，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那个翻译跑过来，手术很成功。我最后一次复查，我复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恭喜你，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但是，我说有但是，咱不第一开始说吗？我说但是什么？他说但是，您年底就要38岁了，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我说那严重吗？他说没事儿。戴眼镜就好。谢谢大家，我是梁生，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刘洋。这个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服刑。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他说你同时录2个综艺。然后还在写书，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你这么卷，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欠了裸贷？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哈，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卷不过别人，我给憋坏了。各位，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可以说是东方真卷。我们之前有一个课，这课叫试听课。就试听课呢，就是吸引学生先来听，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就这个课，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我为了卖课，各位，我已经豁出去了。我的标题叫《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其实阅读理解只有2个秘密：认真阅读，仔细理解。我硬凑5个，然后我的课没人买。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一看标题我就服了。它的标题原文啊，阅读理解，再也不用阅读。我说大哥，真敢教，哎，完全不用阅读，纯靠自己理解。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课吗？然后
一会儿给您下跪。然后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这门课叫做1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这门课6个小时。我说那剩下5个小时干啥呢？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吗？最狠的是这个老师还来卷我。我有一次惊讶的知道，这个老师跑到10个销售组长那边，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我天，各位，我当时都惊了，销售组长也惊了。销售组长拿着手机，问心有愧，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何苦破费呢？交给时间不好吗？我也很惊，就为了不卖我的课，各位，你只需要给我6台，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你给我8台，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你给我10台，我参加喜剧之王我都卖你的课。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说这样的课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答案是所有学生。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就希望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获。我自己亲身经历，我有一个学生，高考前一天跑到北京雍和宫，站在一个许愿池前，想用他小小的付出获得大大的收获。他掏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扔进池子里，说：“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真敢许啊！我要是神仙，我一把把硬币抓住。我说：“大哥，真的吗？1块钱，上清华，1块钱，从这儿到清华坐地铁4块钱。”你到我这儿洗钱来了，要命了！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更卷。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比较客气，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那这个段子就归谁。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我们还抢去开放麦的共享单车。只要能抢到，别人就讲不了。我们抢到什么地步？各位，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真的。我有一次亲眼看到黑灯。为了赶开放麦，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我们当场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黑灯。开灯，我给他开灯。太夸张了。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我如鱼得水。各位，因为我骑共享单车骑得快。也有别人骑得快，但我锁车锁得快；也有人锁车快，但我敢不锁车。我就是这么卷。我为了抢段子，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我骑着单车去开放麦，然后路上一辆卡车砰把我撞了，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给护士说：“别管我，拿着这个。”去开放麦，上台念出来，就说是刘洋先讲的段子，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小刘。单口喜剧人很少团建，因为我们去团建大家都不玩，都是彼此提防。谁也不要抢素材。你想，如果我们玩着玩着，老板突然掉到水里，没有人会去救他。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记。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所有人都掏出来。你干嘛？你干嘛？别逼我啊！别逼我啊！要写一起写啊！这个时候我还得在从中调节，我说大家别抢了，一会儿老板完了。看似我在调解，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发送莫斯电码记下这个素材。我就是这么卷。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然后一看水面，老板已经没影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我们只会掏出1块钱的硬币扔进水里，希望神仙保佑我抢到这个段子。当然，这个多少有点夸张，因为这个时代谁还会为这种情况随身带着1块钱硬币？我。
就这么卷。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段子，我还许愿抢到一瓶统一春福绿茶，因为它创新使用了微发酵工艺，温润茶香，如春风拂面，直接就卷到了无糖界。商务段子我都先写了，我就是这么卷。当然，我之所以这么卷，也是因为我坚信，作为一个创作者，持续创作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所以我希望我即使到100岁的时候，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比着赛着写段子。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这段子我能写不？谢谢大家，我是犬王刘洋，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说了，然后今年呢也是同时参加2个节目，喜人还有这个喜丹2个节目一块儿参加。去年也是参加这俩节目，有的时候你连续跨年跨年去了，这舞台有毛病，这舞台。我该不会一会儿也要去学导演了吧？你知道，你连续2年跨平台参加2个节目，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在肩负2个平台和谐共处的使命的感觉。我现在都不是刘洋教主，我是文成公主。最近有一点公主病啦，最近。因为我的膝盖有问题，我的膝盖是这样，就是这个髌骨这个部位啊，它是能移动出来一截，就它能移动。这个还好，这个还好，没想过去治，因为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能帮我看看后面来没来车啊，这个。但是最近不一样，最近它开始响了，就你只要一弯腿，它就嘎巴嘎巴的响。我说这得去医院看一看。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专家号，特需专家，500块钱。各位，我在想一个号如果贵到500块钱，你最好给我说出一个我没听过的病。你要说就是老了，我可不走了。然后那个专家果然名不虚传，我到了他那儿才知道，原来我这个髌骨外移的症状对应的病叫做髌骨外移。然后这个专家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好立即做手术。我说太好了，你们医院做这个手术最好的人在哪儿？他说就站在你面前。我说那快来到我身边，我的膝盖都为你鼓掌了，我现在。然后这个专家跑过来给我检查我的膝盖，他一蹲下来，我一点没骗各位，他膝盖比我的还响。我说快请起吧，这特需专家是哪个虚啊？这是，您就给我推荐个一般虚的专家就可以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他膝盖会响，以及我为什么必须找他做手术，我一句都没听清，因为他膝盖太响了。我们俩都不能同时在屋里面走路。别人说，哎，里面在打快板，里边有天津人。然后同时他说你还可以选康复训练，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就是放松大腿外侧的肌肉，把你的膝盖推回去。我当时就选了这个，我说这个多完美啊！虽然保守，但不疼啊。选错了。一到康复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地儿那都不像一个病房，那就像一个满清10大酷刑的主题乐园，哪有床啊？那都是各个刑具啊，放在那儿。有个老大爷正在那儿玩车裂这个项目，4个人抓着他在那儿。我说我是没来过康复科，这边都是先弄坏了再康复嘛，这。然后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过来，他先用筋膜刀给我放松大腿。各位，你知道筋膜刀吗？筋膜刀就是用你的筋磨刀。筋膜刀一刮，我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泪腺长在大腿上。我天，那刮的我都快崩溃了。他刮的就一个小圆铁罐，这么一刮，我说我去，你刀开这儿了是吗？他说腿还疼吗？我说腿还在吗？他说当然在了，这不给您装包里了吗？走的时候，看到没有吧？然后那个东西给我刮了几下之后，真的很有效果，没有那么疼了。他说不疼了吧？我说太好了，您果然厉害，一点也不疼了。他说那我们正式开始喽。正式开始是他拿手肘摁，我当时想手肘还能比筋膜刀更疼吗？
他一摁，我说我去，大哥这是手刀啊，这是，不是康复科的康复，什么 Chinese 康复啊？我说不行，咱就用真刀得了。你给我截肢了，我还多俩新段子。残疾人脱口秀该洗牌了。给我摁那第一下，我都不是疼，我是直接看见我姥姥了。然后再摁，我就看到我其他的祖先，我太姥姥刘备、刘邦什么的。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再这么下去得摁死我们小刘洋。关键疼成这样，他还跟我聊天，这个时候是聊天的场合吗？他在那儿跟我聊，他说疼吗？我说你瞎吗？他说疼就对了，人呐就3个部位疼起来最要命。第一，三叉神经痛。疼的时候面部拉扯，头痛欲裂呀，男人呐。第二，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一滴汗下去针刺一般呐，男人呐。这第三呐，就要数那肾结石了。我说这和我的腿有屁关系啊！他说就是给你科普一下。不是我是疼起来很无知吗？我需要你科普。他也觉得这样不对，他开始问我关于我的问题了。大哥，我疼成那样就不要问我问题了，真的很像刑讯逼供啊。他问我的每个问题，我都从根儿上实话实说，根本来不及编瞎话呀。我在那儿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参加了一些综艺，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哦，那你是一直干这个吗？不是，以前是的方老师，现在已经从良了，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周末啊。那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挺幽默的呀？我说很幽默，很幽默，经常一句话就把别人逗笑了。真的，吹牛了，吹牛了，吹牛了！各位，那天我对疼痛都有了新的理解。我以前问我一个朋友为什么不打耳洞，他说因为怕打耳洞很疼。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害怕打耳洞疼的人？如果真的有，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你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打耳洞，真的管不上耳洞疼啊！一摁腿，大概了，打耳洞，打耳洞，两边都打，两边都打，耳骨钉，耳骨钉，鼻钉，鼻环，文花，鼻文花，支持4个姿势，阑尾也切了，阑尾，拽。关键是康复训练都疼成这样了，能想象我平时膝盖有多疼吗？一点儿也不疼，一点儿也不疼，它只是响而已，它只是一个很吵的膝盖，再吵能有我段子吵吗？那天我整个人生都开悟了，各位，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你就不要去解决，你就把它放那儿吧。因为有的时候解决它付出的代价更大，就像我现在，我每周花1天时间做康复训练，剩下6天从康复训练中康复。谢谢大家，我是刘洋教授，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哎呀，算是重回到这个舞台了。就是大家也知道，去年参加了2个很优秀的节目，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啊。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啊，书名叫《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被冒犯了吗》啊，然后，但说实话，多了很多的机会，现在甚至能拍一些个影视剧了。前一段时间甚至还拍了一部院线电影。好吧，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了，因为我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小了，就是那个角色小的，就这么说，就如果你想在电影院看到我的角色。得我跟你一块儿去电影院，我就坐你旁边，一到那我说，哎，你说，那就是我的角色，就那么小。
但说实话，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机会难得，我就会觉得不配得。我到那儿特别的紧张，我到了剧组，我什么都不敢干，我生怕我干任何一件事儿，他们就把我给换了。我甚至我不骗大家，真的，我饭都不敢吃。剧组老师说刘老师吃盒饭吧，我说我从不吃饭。我生怕我一吃饭，他说这个演员竟然吃饭，赶紧把他换一个没嘴的过来。我特别紧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收音的麦也是，第一次拍他有那个麦，各位见过哈？我看这玩意儿压力大死了。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是因为他离我太远了。我在想这个麦离我那么远，我如果台词没收到，他觉得是我演员的问题，把我换了怎么办？所以我想的是，我要在拍的时候尽量离他近一点。我就一说话就是你这是要干什么你？然后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突然想亲我这个人。但是有的时候最紧张的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麦要贴在你的皮肤上，他直接贴在皮肤上，这个真的压力太大。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能出汗，就这个麦根本就贴不住，我太能出汗。当然这不怪我，这怪我的基因，因为我姓刘嘛，姓刘的当皇上的时代是汉朝。什么东西？又汗又潮。我这个麦只要贴在我身上，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一贴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感觉是那个麦说行了，嘴说的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听听肚脐眼怎么想。然后每次都掉，我说我是怎么发现的？是那个导演拍了几条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刘老师，表演特别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台词有意见，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商量？不要直接删掉。我说我有病吗？我一共3句台词，我删一句的意义是什么？我比较喜欢偶数吗我？然后我说，他说你看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的天啊，各位，我何止是删掉，我还怪叫啊！那个麦就往下的时候，我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拖，逐渐消失，然后一阵沉默之后，就是一个喉咙里的怒音。就在那，因为我的麦在掉。我一说话就是你今天怎么看着我？之所以有喉咙里那个声儿，是因为我的肚子在叫。我肚子在叫，是因为我没吃饭。我因为没吃盒饭，我叫他领了盒饭。然后我跟音响老师说：“我老师，开车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老往下掉怎么办？”音响老师说：“刘老师没事儿，我给你一好东西，这个劲儿大。”我说：“我可不碰劲儿大的啊！我刚进影视圈，想让我塌房。你别以为我脱口秀圈的我没见识，我们圈最不缺的就是教训。”他说：“不是，这个是胸带勒的劲儿贼大。”我说你们这儿好好说话，判几年啊？你们这儿胸带是什么呢？各位是这样，它就像一个皮尺一样，是一个肉色的皮尺，它直接勒在你的胸口，然后记住了，它把那个麦直接夹在胸带上就行，怎么出汗都没事儿。我说这也太牛了。他说更牛的是，整个剧组只有你有。我说那我可得好好珍惜了。我第2天我那台词我给导演不同的状态，我甚至我的导口，我说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跟各种夹子音演完了之后，导演跑过来说刘老师非常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台词尤其清晰。但是如果您想改人物性格，能不能先跟我们商量一下，不要直接做这么大胆的改动？我说不是，我改哪儿了？他说你不是把他改成一个死变态了吗？我说不是，导演，我不理解，我来你们这儿，我要不删成偶数，要不改成变态，我是什么？奇变偶不变。导演说你来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去，各位，我可太变态了，我太变态。各位，但是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上来就变态，我是渐变。它是怎么个过程呢？它是这样的，我是每天早晨健身，所以我的肌肉在早晨的时候是充血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个胸带到这儿，叭就勒紧了，那个麦过来根本就不用勒，我直接拿胸肌叭就给它夹死了。吹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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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吹牛了，吹牛了，吹牛了，这吹牛，想看到我胸肌比看到我角色还难啊。总之就是早晨的时候勒得特别的死，但是随着肌肉充血状态的消失，我这个肌肉就会回去一点。我
我这个胸带就会往下掉一点儿。但各位注意，它不是全掉，它是就掉一点儿。所以我发现我在回放里说台词的时候，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我一说台词就是，你现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是我哪里看起来不一样了吗？怎么不敢直视我呀？我说这也太难直视了，这个。然后关键我也没法跟大家澄清，因为整个剧组只有我有。我总不能开之前说，各位开工之前我说2句啊，这个是麦克，别人只会说我刘老师管他胸罩叫麦克。不光穿那女士内衣，还给内衣起名字，还起了个男人的名字，麦克，好歹叫米歇尔吧。小海都只穿8小时，他一直带着。我跟一翔老师说，老师，你看这米歇尔的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一翔老师说，我真没办法了，要不然就这样，我再给你找2根胸带，你把它搭在肩上，就不会掉了。我说那就更像了，那从背后看都一样了，从正面看以为我穿反了。我不行就买一个穿吧，我就，里面至少还有海绵把我汗吸干净了。哇！庆幸的是，各位，庆幸的是，最后我的角色没有被换掉，哇！因为被整个剪掉了，被整个剪掉。当时我知道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能想到的，因为拍的时候就早有胸罩。当时也不能告诉各位哪个电影啊，也无所谓了，剪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影。反正我现在一支荔枝就哭。从来只有妃子笑，有谁听到刘洋哭啊？那一瞬间我真的暗暗发誓，我说总有一天我要吃剧组盒饭吃个够。然后如果真的有那天，我希望能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洋，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谢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Hello， 我是刘洋。熊孩子的家长来了，好多演员都说想看看我儿子，翟佳宁这辈子不可能了。然后开玩笑的，30年之内不可能。我叫刘洋，然后这2年一直在参加节目，获得最多的这个标签就是卷、紧绷、特别忙，的确很忙，日程总是塞得很满。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想看一眼我的日程，我给他发过去一份我的日程表，他说这个是1周的，我说这是周1的，非常的紧绷。我周围所有人都比我松弛，我爸甚至都比我松弛，这个很难理解，但他的确比我松弛。我这个名字是这样，我的名字是我爸给起的，就这个洋字。这个洋字呢，它的意思是晴天。有的人听了之后说，哦，好美的寓意，是寄托了你爸对你美好的期待吗？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字儿是上户口的人打错了，他充其量寄托了上户口的人对我美好的期待。我爸给我选的洋是这个洋，取自《归去来兮辞》，周遥遥以轻扬，意思是洒脱随性不计较。上户口的人就打错了，我爸就接受了，可见我爸才做到了洒脱随性不计较。我爸才应该叫刘洋，我这么忙，我应该叫流氓。甚至我的粉丝都比我松弛，这个我非常不能理解。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传了个段子，然后有一个人在底下骂我，他说这是我看过最不好笑的东西。我20多个粉丝冲到这条微博的下面，在他的评论底下贴出了我春晚节目的链接。还单独艾特他，看看这个呢。别人朝我打子弹，粉丝给他换核弹。参加这个节目也是，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也会被骂不松弛。去年我在《喜人奇妙夜》夺冠了，最后拿着冠军的奖杯发表获奖感言，泣不成声。
一个弹幕飘过，他要是更松弛一点，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冠军了，大哥，更好的成绩是什么？冠名吗？在这个节目也是，去年参加这个节目有一个画面，我正在写节目里的段子，啥也没干，在写段子，然后一堆弹幕飘过，刘洋就是太不松弛了。不是大哥，我要怎么松弛啊？我本意思我不写了。导演说你上台讲段子，我说不讲，我上台我就站着，不是松弛，我上台我晃手，我知道啊，我上台我就玩，我上台我玩行为艺术，我上来之后说大家好，其实今天我是来给大家拜年了。爆竹声声辞旧岁，飞雪连连迎春来。刘洋教主一登台，观众个个发大财。哎，你们的欢呼让我开始反思了，春晚应该演这段的呀。总之就是开始学一些松弛了，开始学松弛了，然后根本学不会，我的妈呀！网上的一些松弛教程越学越紧绷。我搜到一个教程，名字就叫“轻松获得松弛感，只需要每天做完这21件事儿”。我其实得快点讲，因为我今天还差16件事儿。我还关注了一些松弛博主，各位见过吗？那些松弛博主，他所有的视频就是拼尽全力的展示他们毫不努力。有一个松弛博主是这样的，他所有的视频就是他打高尔夫球、骑马、徒步，在海边一边散步一边喝香槟，哎，就这些松弛的事儿做完，微信步数起码2万步，不起码4万8。甚至他每条视频的结尾还要在那儿喊，他说真正的松弛就是要明白，没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这么松弛的博主日更，这不是有必须要做的吗？日更啊！而且每个结尾还说友友们给我点个赞吧，我从不给他点赞，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有一个博主，有一个松弛博主，他点赞过万的视频是他去西班牙旅游。他说来了西班牙才知道真正的松弛就在西班牙，差点就信了，但我没有，因为我真去过西班牙。在西班牙你何止不能松弛，你都不能松懈。走着走着路，抱回菜吧。我搜旅游攻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不妙不妙。有一个攻略上面写着，千万小心，偷在西班牙，抢在法兰西。我说这是俩特色旅游项目吗？去了之后导游说，哎，您跟别地儿被偷都不算被偷啊，还是得尝尝咱老班牙的手艺。老班牙的手艺名不虚传，我去那儿第1天，我的移动 WiFi 就丢了。我丢的过程是这样的，我在马德里的街头正刷手机，小某书给我推了一个帖子，说注意，在西班牙，这10样东西最容易丢。我说那我得赶紧点开看看，我就点不开了。我的移动 WiFi 开始移动了。而且那个博主还说，他说最松弛的事儿就是夏日的午后，在西班牙的草地上躺整整1天。不可能。根本躺不住，太热了。我去的那个城市最高能热到45度，各位45度是什么概念？我一点没骗你，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在遛狗，那狗是跳着走的。我说那会不会本来就是个袋鼠啊？来西班牙旅游热成狗了。而且45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导游告诉我，那个城市为了不放高温假，天气预报就报到45度。换句话说，就是外面无论有多热，你看天气预报45度，外边热的一个老大爷已经烧起来了。多少度？45度，45度老大爷能烧起来，那是一个燃点很低的老大爷。白领老大爷，红领老大爷要260度才会烧起来。
这种天气你不存在躺一天这种选项，你要么就是躺一会儿，要么就是躺一辈子。本来想躺一会儿，结果躺了一辈子，躺在白领老大爷旁边，直接就火化了，了无痕迹。我后来问我一个朋友，我说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会松弛感？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你看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官，但他毫不在意，仍然坚持消费，每天买300颗荔枝来吃，就是因为他松弛。我说那太好了，赶紧去看看《苏东坡传》。各位，我认真看了书才知道，给你们科普一下。丝毫不在意自己被贬官的苏轼，在第一次被贬官黄州之后，就写了将近200首诗，来表达自己丝毫不在意被贬官。我说有没有可能皇上本来也没想贬那么多次啊？皇上就单纯想追更啊？皇上说苏轼最近还写吗？没写，贬到海南。然后后来在想，真的学不会就学不会吧，紧绷就紧绷吧，也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你想想我的偶像梵高，他一生也受尽了别人的批评和攻击，但他丝毫不在意，因为别人的话，梵高最多只听进去了一半。右半边听进去了啊，左半边没有。但我学松弛感的过程中，真的学到了一个东西，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就是你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也决定，我要自由的选择过一种紧绷的生活。而且你想想看，梵高也是因为自由的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才最终成为了梵高。所以今天我也要坦然地说出来，我之所以会是现在的刘洋，恰恰就是因为上户口的人打错字儿了。我是永远学不会松弛刘洋，谢谢大家。各位好，我名字叫刘洋，然后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对，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单口喜剧的节目。我说实话，我特别紧张，而且各位看看我们的战队吧，朋友们，我天，我们战队都没人了。之前导演跟我们说刘老师切记流程，上场的时候从你的队长身边走开，与你的队友们拥抱。各位，队友们2个人，这就是队友们的最小单位。小罗要是输了，上场就说跟蛇儿姐打个招呼就行。太紧张了，我真的。而且我来之前也各种担心，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我这个脸型上镜了之后特别难看。难看的点是这样的，就是各位看得出这个脸型很方，这是一张标准的方脸，上镜前方，上了镜大大方方，这脸。但我该说不说，各位，我以前是个新东方老师，这是一张标准的新东方老师脸，董宇辉、罗永浩，我。新东方面试就是直接去长城，看能不能把脸卡进那个凹槽里面，一卡进去，上岗。然后来的时候，节目组也问我，因为节目组知道我跟周奇墨是一起讲段子出来的，所以节目组问你对周奇墨的态度如何？他是你在这个圈子里最好的朋友吗？各位问这个问题，你可能不了解我们俩的关系。我们俩认识10年了，我们俩一起上台，当时在北京是一起骑着共享单车赶各种开放麦。有的时候我们俩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谁能把这件事讲成段子，就看谁先抢到共享单车去开放麦讲。可以说我们俩是从小骑着共享单车长大的，所以你要问我在这个圈子里最好的朋友，那只可能是共享单车。我真的太喜欢共享单车了，各位，我甚至办了一张骑行卡，我不知道各位办过骑行卡没有？办过，也不是我想办 ，app 说服了我。有一天我刚锁好车要支付，那个 app 跟我说不要付，你现在只需要花16.5块，办一张骑行卡
30天免费随便骑。我说那你可不知道我有多随便。我就办了一张骑行卡，各位，骑行卡有一种魔咒，你办了哪个品牌的骑行卡，这个品牌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没了。我办了个某团的骑行卡，我一出门一辆黄车没有。我说这是刚刚扫黄来着吗？这啥黄了都没有。感觉黄车一直在门口扒着，搬了吗？搬了吗？搬了，搬了，搬了！快把我刷成绿色，刷成绿色！来不及刷了，报个蓝车吧，黄加蓝等于绿。报在那边，我真是没想到，我办了骑行卡之后会被卡在骑行这个环节。我真的，我办卡之前，各位，我不是给你炫富，我共享单车自由。我想骑什么共享单车骑什么共享单车，我办了卡，我变了，我的灵魂被资本绑架了。我现在出门挑共享单车，我有那种电视剧里面女主角早晨起来挑衣服的感觉。我看着几十辆小蓝车，几百辆小绿车，一辆能骑的都没有啊。然后无论目的地有多远，我都走路去目的地，感觉我不是办了张骑行卡，我办了张健身卡。然后有的时候在路上，你看到一个人骑着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从你面前过，我悲从中来，眼泪不知道啥时候就流下来了。你就看着他说，为什么？就差一步吗？我要是先走你走的那条路，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不都是我的了吗？这就是我对周奇墨的态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的。单口喜剧演员就是这样，我们会为了搞笑讲一些这种真心话，然后真的是开玩笑。我们俩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你得罪其他圈子的人也就是伤感情，你得罪单口喜剧演员，他真跟你抢共享单车。你回头抢还抢不过我，然后有的时候，各位有一种情况，你看到一辆共享单车，你看到一辆黄色的车停在那儿，然后离你的目的地就100米，骑不骑？骑不骑？当然骑，还能便宜了资本。我骑，这100米我能骑多慢骑多慢。一路上我不是在骑车，我在品这辆车，慢慢的骑，可慢了，到目的地停都不停，围着转。转完了之后，转的时候双手撒把，哇！心灵奇旅。然后骑完了之后，意兴阑珊，恋恋不舍，要锁车，不让停，还得搜最近的停车点，一搜就是刚才那个地方。怪不得能找到车，再把这辆车骑回去停在那儿，再走路走到目的地，啥也没干，纯试驾这辆共享单车。有的时候真的锁上一辆车，舍不得走，一步3回头，因为你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黄色的共享单车。你就站在风中看着那辆车，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你不说话，他也不说话。然后忽然有一秒，你觉得必须要走了，你说走了，他说去哪里呀？去上班了。不上班行不行啊？傻瓜，不上班，你也要被吸走了。自作多情了，自作多情。虽然现在我们能扫到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少，咱从头来吧。大家好，我叫刘洋。虽然现在能扫到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少，但是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单口喜剧演员永远能扫到那辆去赶演出的共享单车。谢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来到这里，因为今年我其实一共参加了2档喜剧节目哈，然后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好吧，巨大的成就。然后取得了成就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更多人认识我了，大家终于可以关注我以前的作品了。我没有想到大家关心的是我更以前的作品，我的粉丝把我10几年前在新东方教英语的视频翻出来，传到各大网站，昼夜苦学。各位学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骗你。有一天早晨6点，我点开一个视频，100多个人在看。什么概念？与此同时，《喜剧之王》单口季7个人在看。我说，哎呀，这是谁给谁引流呢？再这样下去，这节目我给冠名了。我先把名字给他改了，以后不叫《喜剧之王》单口季，叫《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然后有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人真的很严肃的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一个喜剧演员吗？为什么要跟他学英语？然后那博主也很严肃的回答，你不懂，这样学英语有一种地下的范儿。哎，我很感慨，各位，我以前听说过地下 rapper、地下 dancer， 我刚意识到我是一地下 teacher。我微博私信的画风也变了，现在我每天会收到30多条私信，全是问英语题。我很感慨啊，别人只问我飞得高不高，我的粉丝问我非谓语动词。当然以前的私信不是这个画风，以前的私信，因为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以前私信会有很多骂人的私信，这很正常，因为我们这行嘛，很容易让观众不开心。但是有一个私信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骂的，因为他骂的太独特了。他骂的就是他所有的后半句都是否定前半句的。我在网上随便编了个段子，他跑过来说：“你以为你很幽默吗？你可真逗！你编这种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看你就是在搞笑吧，不然呢？”别的人都骂我，我感觉这大哥懂我。然后我线下演出也是，线下演出有的时候也会惹观众生气，跑到网上来骂你。我以前在线下讲过一个观察式喜剧，观察的非常精妙。我讲的是这样，我给各位复述一遍啊，各位来着了。我说我买了一包4斤的花生，就一大包花生，透明的袋子里每一颗都是饱满的花生，正面还用红色宋体粗号字写着花生，底下竟然还标了花生的英文花生。这么大一包花生，它的背面标着一行字：过敏源提示，注意，本品中含有花生。我调侃了一下，我说你多余不多余？你给谁看的呢？然后被骂了。有一个人私信骂我，他一上来他说爱，我脑补的语气啊，脑补的语气。他实际上是哎，然后他说爱，这也是能调侃的吗？你知不知道，如果有1个花生过敏的人，因为听了你这个段子，放松了警惕，吃到了花生出事了，你担得起责任吗？脱口秀可以冒犯，但请尊重。私信的结尾是他吐的一滩血。我当时看了很震撼，你知道是谁在不尊重花生过敏的人吗？就是这个人，因为在我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而在他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一个吃了花生有可能出事的人，会蠢到买4斤的花生，正面还写着花生，里面怎么看怎么是花生。拿着一颗问老外 What's this？ 老外说 This is 花生。花生过敏的人会说，这里该不会有花生吧？一打开，真有花生。各位，如果我花生过敏，这辈子我连花生的谐音我都不碰，福尔摩斯我都不看。我随便翻开一本书，上面写着：福尔摩斯走进房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他走来，伸出手说：“福尔摩斯你好，我是你的助手。”话去你的！想
但是有的人也会说，可是这只是厂商为了避免担责任。各位不会的，如果真的只是印一句话就能避免全部责任，那最应该印这种注意事项的，就是我们单口喜剧现场演出的门票，这样我们会让很多观众少生很多的气。我们要背面写着注意过敏源提示。这种以开玩笑为主要形式的表演中，我们会开玩笑。观众一看，不能开玩笑的啊，不能开玩笑的，这玩笑不要开到啊。然后这还不是骂的最狠的，我见过一种特别讽刺的说法，叫可是批评会让你们进步呀，挨骂就挨骂。各位是这样的，也许批评会让你进步，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批评了，80%全是谩骂，还有20%是快骂。你点开私信，脏话以很快的形式飘过，垃圾。你真的，你想象一下，以前那些个大师如果活到现在，各位没有一个还能再成才的，全都要被骂死。你能想象梵高活到现在吗？梵高27岁开始画画，37岁自杀，活在有互联网的年代，27岁画画，年底自杀，年终奖都不要了。梵高画个向日葵，我都能想象他微博评论区的样子。梵高放了个向日葵，说画的还不错吧？底下说哈，纯路人不懂就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喜欢梵高啊？这也叫向日葵吗？吃点好的吧。家人们，避雷这个一只耳。梵高当场就没了，梵高向日葵都没画完，就画了个瓜子儿。画瓜子儿底下有人说，哦，画瓜子儿不标过敏源呐。本来就想不开的，活到现在更完蛋。各位，你能想到屈原活在现在吗？各位，屈原如果活在有微博的年代，端午节就是屈原第一次点开微博评论区那天。哪天点开，哪天端午节。屈原发了条微博，好气哟，又被楚怀王排挤了。底下一个人，谁问你了？抛开事实不谈，你自己没有责任吗？他怎么不排挤别人，就排挤你呀？屈原当场就跳江了。老百姓为了避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都把那些骂他的人捆成粽子，然后扔进江里，一边扔一边说端午节快乐。那些人一边被鱼吃一边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应该说端午安康吗？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谩骂毫无意义。各位，如果真的要谩骂，我建议以后至少用英语谩骂，这样至少还能背单词。有人说，可是我用英语谩骂，我词汇量不够啊。巧了，谁是地下 teacher 啊？请关注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又走到总决赛第1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1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啊。这儿能玩手机，这儿啊，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啊！我天，真的比1轮待定1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喜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2合1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2合1洗发水是洗发、沐浴2合1，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2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3合1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3合1。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5合1的洗发水，
5合一：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带，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必4。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帮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啊！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啊！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去，又一刀，大哥，别捅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别捅了，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建议，爱奇艺，爱奇艺，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他们。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
摆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这玩意儿，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刀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这是什么？第2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期也比到这儿了，2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一路走过来耍帅，然后牙磕到话筒上了，刚才。总决赛了，然后跟大家聊一下今年的一些变化。今年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在2个节目里面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说实话，我现在人性都有点变了，我现在开始装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记者问，2个节目都一直赢的感觉是什么呀？我说，是一种超越了主观意志的失重感。他说什么意思？就是飘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今年当爸爸了。谢谢大家。然后有了一个儿子，叫小野，他出生非常有意思，跟各位说一下，他出生在4月30号，给各位科普一下，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一出生带给我一个信号。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不过洋节，我。然后他还有一个冷知识分享给各位，现场你们算来着了，就是刚满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哎，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刚满月的时候，我们俩把他接回家，我在电梯里抱着我儿子，一个老大爷执着地问我儿子：“你多大啦？多大啦？”我说：“你告诉人家呀。”没礼貌的，不好意思，大爷，这孩子特别不会说话，但是他不会说话，特别能哭，就哭起来真的哄不住。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就不知道咋办。你在这抱着哭，给安抚奶嘴哭，你在这抛接他哭，单手抡哭，把他用球投篮哭，那该怎么办？他哭得最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完了，将来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会被骂到死。
而我对这事儿无能为力。如果高铁上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把骂我的这个事儿写成段子，我就彻底完了。我儿子只是丢脸，我连段子都丢了。所以我想了一个策略：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坐高铁，我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先生气。我要先假装不认识我儿子，然后我儿子一哭，我就站起来。谁家小孩？谁家小孩放我旁边哭呢？有人哄没人哄啊？没人哄，我哄了啊！还没人哄，真哄了啊！刚好带着个安抚奶嘴儿，把孩子含上。我呀，就是一热心肠，平时也不帮忙。这孩子我都不认识，多大啦？然后，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就开始理解那些在高铁和飞机上坚持要用手机开功放的人。他们肯定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法让手机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在家哄，根本哄不住，跟手机说别播了，好不好？别播了，播完这个就不播了啊！哎呀，还连播了，哎呀，该死的大数据啊！含个安抚奶嘴儿没用，还是播，然后带到高铁上还是播，没办法，他也不能像我一样突然站起来，谁家手机啊？这是没人要，有人要没人要？不可能，一定会有人要。他只能跟别人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手机播没电了，就不播了啊。这样我一会儿把声音开到最大，声大，耗电快啊。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样的，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变得特别多愁善感。就特别容易动情，然后一动情就特别想哭。但单口喜剧演员是这样的，我们一旦想哭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开个玩笑，把这种哭的氛围化解掉。比如说我有一次参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台上真的很感动，我坐在桌上，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你感动啦，我说啊还不上菜，饿哭了我都。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你真动情了之后，你发现你开这种玩笑水平直线下降，没有任何人懂。我自己，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产房门口等，因为我老婆剖腹产不让我进产房。你知道在产房门口是很焦虑的，你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生，门口也不会有一个倒计时，在那放着3、2、1，当爹啦！不会有这东西，我就在那徘徊，我说什么时候生？突然我听到一个婴儿哭，我说啊，这是婴儿哭吗？还是一个猫叫呢？这个季节也是闹猫的季节。然后护士说刘先生可以进来，我说我家闹猫了。我一进来，护士跟我说刘先生恭喜你母子平安。我先看我老婆平安，我说太好了。我说我看一眼我儿子，他就指着一坨红色的东西说这个。我说嚯！这是我天，你很难形容那一坨东西，就是一个无毛猫直接扔在那边，一个小婴儿那个胎毛就这么噌就炸了，就感觉他被世界吓了一跳去，然后整个四肢就控制不住在那乱挥舞，然后整个脸皱缩，眼睛还瞪大，就完全跟反祖了一样，整个婴儿。我一看孩子，我说嘿，地道的北京人啊！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孩子太丑了，我天，真丑。我的感性告诉我，他太好看了，我要为他挡子弹。然后我的理性感性一交织，我整个眼泪就往上涌，在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护士问我，起名字了吗？我说起了，叫红毛小星星。大冷场，产房都冻上了，护士连梗都不接，就让气氛尬在那儿。你至少接一句啊，那先生是姓洪吗？你至少。我说先生不是姓洪，先生是喜欢陈信洪。这个梗从诞生到现在效果没好过，但这是我给陈信洪的一封情书。然后他在月子中心也是，我特别容易动情。
我把它放在月子中心，然后放在护士站一排玻璃墙，然后那后面一排婴儿，护士在那儿照顾。我自己晚上回来去看他，我趴着那个玻璃，我说儿子，我儿子在里面一手拍着玻璃，一手拿起墙上的电话，爸爸，坚持上诉啊！然后我正感动的时候，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护士跑出来说：“先生，你要来干嘛？”我说：“我来挑个婴儿。”这护士也不接梗。我只能自己接梗，我说不挑了，你这个看着挺甜的，你多大啦？多大了？不说话，这孩子这太膨胀了。但是他出生之后，我爸妈来看他，我爸妈60多岁了，正是上班的好年纪，然后来我家看他，两个人在那逗小野玩，然后那一个瞬间我懵了，我整个人懵了，因为这样就是我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我爸妈在逗他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从这个视角看到我爸妈在逗一个婴儿时期的我。我那一瞬间整个就不好了，我才明白，我说原来那个一直哭闹的婴儿就是我，原来那个一直不懂事的婴儿就是我，原来是我让我爸妈多了很多的白头发，当然更多是因为新陈代谢哈，一些自然规律。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小时候因为不会说话，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好像会说话了之后也没有跟父母好好的表达，所以有一个瞬间我特别想跟我爸妈说点啥，我又说不出口，因为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刚要说，然后我爸妈转过来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他像个红毛小星星。”谢谢各位，我是梁教授，谢谢大家。